欢迎收看第638期武器大讲堂。随着战争的演变，后装填武器和定装弹药开始出现，霰弹枪也发展出了后装填和杠杆式的模式，无论是操作便利性还是威力都越来越强大。杠杆式的，例如温切斯特 M1887 杠杆式霰弹枪等等，我们在之前已经做过介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看往期的内容。不过在那个时候，霰弹枪很少用在战场上，直到有一位枪械设计师约翰·勃朗宁设计了一款蹦动式霰弹枪，才开始应用在战场上，并让霰弹枪发挥出强大的作用。这款霰弹枪就是在一战中大放异彩的温切斯特 M1897 霰弹枪。温切斯特 M1897 霰弹枪发展于堑壕战时代，那个时候的战争大都是使用远程的步枪在堑壕内互相点射的模式。霰弹枪因为射击距离不远、散布大、远程杀伤不足等等问题，并没有在战场上得到大量的应用。随着后来霰弹枪的设计更加的方便完善，美国才开始使用霰弹枪对抗美菲战争中摩洛族人的游击队式攻击，并在后来演变到直接用在正面战场上面使用。本期的 M1897 霰弹枪是在早期的温切斯特 M1893 上面改进而来的，整枪长度为 996.95 毫米，枪管长度为 914.4 毫米，重量为 3.6千克。口径上一共有2个版本，分别是发射12号铅弹和16号铅弹的版本，而具体的形态则根据生产周期有温切斯特 M1897 型防爆枪、温切斯特 M1897 型野战霰弹枪、商用战壕枪和中国北方工业生产的 97W 型垂式泵霰弹枪版本。我们这里主要讲的是比较早期的温切斯特 M1897 战壕霰弹枪。温切斯特 M1897 战壕霰弹枪枪管采用的是一根相对来说缩短一些的滑膛枪管，在枪管的下方设计了一个刺刀突耳适配器，可以用来安装配备的 M1719 型刺刀，给枪械安装刺刀，这在当时的战场上面非常的普遍，是从火器时代的火枪和长矛兵配合演变而来的。军版的温切斯特 M1897 战壕霰弹枪枪管上面还会套有一个镂空的钢制隔热罩，这样士兵在持握的时候能让手远离因为发射变得炙热的枪管。在枪管的下方是一个打磨得非常光滑的弹仓和可滑动的护木，滑动的护木与枪机相连，在操作的时候，管状弹仓端部所设计的脱弹机构会沿滑动护木联动来回运动，操作升降机，从而将弹药从弹匣的高度提升到枪管的高度。后拉的过程中压缩枪机实现待机的状态，然后向前推即可实现弹药上膛。此时发射一发子弹后，联动机构解锁就可以自由移动了。这个时候向后拉动滑动护木，可以实现将空弹壳从弹膛中取出并弹出，并且继续抬升新的弹药滑入膛室，再向前滑动到最后枪机锁定到位，扣动扳机将触发下一轮的发射。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温切斯特 M1897 的枪机随前护木向后拉动时，枪机开锁并且从机匣伸出，再将前一发霰弹弹壳从抛壳口抛出枪外的同时，把外置的支锤会向后推下，这种枪机机构被称为长滑动式枪机，因此温切斯特 M1897 在分类上属于长滑式枪机蹦动霰弹枪。温切斯特 M1897 操作过程中使用与枪管平行的可滑动护木驱动相连的枪机进行往复运动，从而完成对弹、共弹和连续射击，整体的操作效率非常的快。再加上温切斯特 M1897 战壕霰弹枪没有设计扳机断开器，因此在拉动滑块的时候会直接带动击锤运动、枪机待机和上膛等动作。这就意味着在第一次上膛完毕之后，如果你一直扣住扳机，每当你把滑块移到最前的位置的那一刻，就可以实现自动激发。这种操作技术被称为 Slam Fire。通过这种操作，温切斯特 M1897 战壕霰弹枪整体的射速甚至比现代的半自动霰弹枪还要快。在当时深得战场上士兵的认可，其弹仓内可以容纳5发霰弹，枪膛中还可以单独的放置1颗，因此总共可以实现6发的容弹量。弹药使用的是12千径霰弹，有效射程为 21.12 米，虽然比不上当时的步枪，但是其弹药每发包含有9颗.33口径的大型铅弹丸，因此每一发都有强大的火力，这让它成为当时非常优秀的近战武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大量给士兵配发这种霰弹枪。在当时远距离步枪作战、近身白刃战、手枪战作战中有一个堑壕遭遇战，而这种高射速的蹦动式霰弹枪刚好可以弥补这个空白。在进入堑壕之后，这种武器可以一次射出9颗铅弹，并且可以连续击发6次，几乎可以瞬间把面前的敌人打成筛子。而在击发完毕之后，还可以从下面的送弹口继续补充弹药，连续击发，甚至在弹药击发完毕之后还可以拼刺刀，堪称是一款名副其实的堑壕清道夫。在一战中，这种霰弹枪让当时的敌人
产生了大量的恐慌。因此在不久之后，德国政府就跟中立国提出抗议，禁止美军使用这种武器，但是本身并没有什么用，所以霰弹枪就继续在战场上发挥出恐怖的作战实力，甚至在当时有些士兵还用来射击敌人丢过来的手榴弹。这种面输出的武器用来对付手榴弹也是非常有效的方式。温切斯特 M189霰弹枪在战场的有效应用，让它成为第一支真正成功生产并进行实战的蹦动式霰弹枪。直到1957年，温切斯特决定将其停产以前，总共有超过100万支各种版本和各种长路枪管的 M189霰弹枪被生产出来，堪称是一款非常经典的堑壕神器。本期武器讲堂到此结束，更多精彩武器视频，欢迎关注武器讲堂查看往期的内容。我们下期见。